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说装修的小李哥。在今年的年初 ，Remax 的 Yes Team 团队邀请小李哥在现场和大家分享，在加拿大如果家里想要请人装修一下，需要注意些什么。感谢 Yes Team 团队3位帅哥细心的筹划，小李哥在2024年的2月23日顺利的完成现场说装修的初体验。这一次演讲的内容很丰富，接下来的几周，小李哥会把这次演讲的内容分成几集，分享给没有办法来到现场的朋友。请您一定要记得订阅我，并且打开小铃铛，才可以在影片上架的第一时间收到通知哦。今天影片的内容主要是小李哥在开讲之前，由地产团队的专家分享2024年年初房地产市场的现况。内容虽然不长，但小李哥觉得这对想要买房和卖房的朋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资讯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现在就开始今天的影片吧。大家早，我的名字叫 Alan， 我是这次活动的主持人，那同时我也是 Remax 地产公司的 Yes Team 团队的队员。那今天呢，很感谢大家在礼拜六的早上过来参加，然后也谢谢 RBC 提供那么棒的场地。这是我们今天的内容，我们那边有准备糕点还有咖啡。那如果需要用厕所的话，它的厕所在后面的右转，但是因为是员工专用的，它又锁起来，所以麻烦跟 Alan 说，我们会带你去厕所。好，今天的内容很丰富。一开始呢，我们会介绍房地产市场2月的最新的动态，然后接下来 Alan 会介绍 RBC 在贷款这边有一些优惠。那接下来呢，就会进入主题装修的部分。那今天请到的讲员是Ty、Alan 还有 Raider， 都是业界非常资深而且专业的专家。好，那我们废话不多说，就直接进入主题。首先Ty OK， 好，大家好，我叫Ty，中文名叫金大尧。那我是Yes Team 的地产团队经纪。那我想跟各位update 一下，就是目前大温地区这个最新的这个市场的这个状态哈。那首先我们看一下，就是说今年的1月份的这个销售量啊，它大幅的超越了去年的同期哦，它比去年的1月份的销售量高了38.5%。然后这个把我们所有的经纪都吓了一跳，因为我们大家在去年就整年都是销售量都不佳嘛，尤其到了12月的时候就是惨兮兮这样，就没有想到1月份整个棒，这是非常惊讶的。除了销售量之外呢，今年的1月份的新挂盘数量啊，就是新拿出来卖的房子也比去年同期。比去年1月份高了14.5%，而且它的1月份的总挂盘数量哦，已经达到了10年的平均值哦。换句话说，就是拿出来卖的房子变多了这样子。那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基准价格，那1月份的综合基准价格呢，比去年的同期高了4%哈，来到了大约116万。那这个其实蛮厉害，因为我们知道去年的这个贷款利息已经是过去10几年来的最高点。但即便是在这样的状况下呢，房价还是依然上涨了4%。那我们再分别看一下呢，3个主要的这个房型哦，独立屋的基准价格来到了194万2400，联排别墅则是106万6700，然后公寓则是75万1900。虽然说这个1月份的销售量出乎意料的高，但实际上呢，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还是蛮严重的。所以说，如果卖家持续保持观望的态度，不把房子拿出来卖的话，非常有可能导致这个市场重新回归一个卖方市场的一个状态。那我们可能大家都常常听到说买方市场、卖方市场，它到底是个什么回事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它只是一个销售量跟挂牌的一个比例。换句话说，它就是以当月的销售量除以当月的总挂牌数量。那这个比例呢，就是我们根据我们历史的观察，我们发现到，当这个比例它是12%或以下的话呢，那这个市场就会进入一个所谓的买家市场。那这样的情况下呢，房价通常它会逐步的往下跌，那买家的声音呢也可以比较大声，对。但是呢，当这个比例来到了12%跟20%之间呢，这个市场就变成了一个平衡的市场。那这个房价呢就不涨也不跌。OK， 那买卖双方的这个讨价还价空间也会比较大。但是这个比例如果涨到了20%或以上呢，那这个市场就会变成所谓的卖方市场。
那我们就观察到这个房价就会逐步的往上涨。那其实大湾地区过去20年来，大部分的时间它都是处于一个卖方市场，大家可能也比较熟悉，就是大家都是无条件的加价去抢房这样子。那我们看一下今年的1月份，它的这个比例是17%，也就是说它还是依然是一个平衡市场的状态。可是我们有观察到它跟去年的12月比起来，它已经涨了1%。OK， 所以它这个市场是有在往卖方市场的一个状态演进。OK， 那我们再分别看一下3个主要的房型的比例独立屋呢，它这个比例还是12%，也就是说它已经是快要接近平衡市场，但它依然是在买家市场。所以说各位如果要买独立屋的话呢，现在是比较好的时机；如果要卖独立屋的话，最好再等等。那这个联排别墅呢，是已经妥妥的来到了一个卖方市场的状态，它是23%，而公寓也已经达到了20%，也是一个卖方市场的一个起点。大温哥华地区的房地产委员会就预测说，因为有这个供不应求的状况持续，所以说到了今年年底的房价可能会上涨到2%跟3%。那我个人是认为，如果说今年真的开始这个房贷利率开始下降，而且下降的幅度有像专家预测有达到1.25% 这样子的话，我觉得这个房价的涨幅可能还不止3%。OK， 那接下来由我们的这个 RBC 的资深贷款经理 Alan Teng 为我们讲一下 RBC 的最新贷款政策，谢谢。看完今天影片，大家明白什么是买方市场，还有什么是卖方市场了吗？如果您还有不明白的地方，或是你有买房或卖房的问题，欢迎您在下方留言告诉小李哥哦。下一集的影片，我们会继续和大家分享加拿大房屋贷款的最新政策哦。祝你平安喜乐，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Away.